印度德里街头遍布着瘦骨嶙峋的乞丐和逃荒者。这是1946年，整个世界似乎都沉浸在二战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但印度却迎来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仅仅1年之后，印度就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但历过几十年的印度却始终未能根除饥饿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粮食产量不如北边另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甚至印度国内的儿童营养不良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还是要坚持对外出口粮食，这又是为何？2002年，著名的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组令人痛心的数据，在当时的印度，大约有1半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中，每天更是有3500万人饿着肚子入睡。即便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印度国内还是不断传出有人被活活饿死的新闻。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全球饥饿指数的相关数据显示，印度的饥饿指数得分为29.1，被纳入了重度饥饿国家的名单之中。在全球121个接受评估的国家当中，印度排到了107位。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印度在全球饥饿指数列表中的排名已经连续多年下降。相较于2021年，印度2022年的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下降了整整6位。半岛电视台为了证明主持人的观点，还采访了一位印度的贫困女工。这位名叫普贾维尔玛的印度女工虽然只有20岁，但她却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为了维持一家7口人的生计，维尔玛不得不每天打2份工。但即便是这样，维尔玛的家庭还是一直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有时，维尔玛和他的家人甚至还要靠雇主家施舍的食物来生活。半岛电视台公布的2019至2021年的印度健康数据结果显示，在印度的14亿人口当中，约有 16.3% 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印度儿童的消瘦率也达到了 19.3%， 这也让印度成为了全世界儿童消瘦率最高的国家。面对这些恐怖的数据，印度官员并没有直接选择改善相应的政策，而是选择对曝光数据的媒体展开攻击。在联合国发布了全球饥饿指数的相关报告之后，印度政府也立即对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当时，印度的儿童和妇女发展部发表声明称，联合国的有关报告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并称该报告中的数据是在通过相应的手段达到污名化印度的目的。面对印度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全球各国的媒体看法不一，但有一点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即便是在每年都有人饿死的情况下，印度依然对外保持着庞大的粮食出口量。如此分裂的举动让人感到非常诧异，但印度做出这番动作似乎也有着自己的考量。据《纽约时报》在2002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即便有1半的印度儿童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问题，印度的过剩小麦也达到了5300万吨的规模。《纽约时报》的记者还专门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将印度过剩的5300万吨小麦一包包的排列整齐，并摆成一条线，那么这些小麦包装袋的长度足够在月球和地球之间走上2个来回。有些美国的批评人士认为，印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情况，就是因为印度的大地主阶级每年都会派人前往新德里，对印度中央政府内部的官员展开游说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印度中央政府的官员还收受了大地主集团的贿赂，于是他们便出台法令，用高价从大地主的手中收购粮食，大地主也非常乐于将粮食卖给政府，获得更多的报酬。根据印度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期间，印度的小麦出口量可能超过了1000万吨，这个数据创下了历史记录，同时也给印度政府创造了相当可观的外汇收入。总之，在印度政府官员和大地主集团看来，将每年生产的粮食卖给国际粮食巨头所获得的收益，远比直接将粮食卖给印度百姓赚得多。印度的粮食产量一直不及中国，印度的饥饿问题也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印度官员和印度地主集团掩耳盗铃的态度，更让整个印度的饥饿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也有媒体人士解释称，由于印度的化肥相当短缺，这导致印度粮食的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为了保证粮食的生产，印度政府甚至每年还要向专门生产粮食的大地主提供补贴。因此，如果印度不能将高成本生产出来的粮食卖到国际市场上，以获得更高的利润，那么印度的地主阶级和印度政府就会亏本。印度政府和媒体的这些狡辩之词，很显然只考虑了经济层面上的收益和损失。面对印度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低下的现实，似乎没有人想要去改变这一切。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印度政治人物都不想解决印度的粮食问题。可是，印度历史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改革，要么无疾而终，要么只是隔靴搔痒。
这些动作始终无法触及到印度粮食问题所产生的根源，这也就导致了印度民众始终在饥饿的边缘不断徘徊。或许通过政府的短期补助，一些印度的穷人能够吃上饱饭，但他们仍然不知道明天的生活究竟该怎么办。1965年到1966年期间，印度曾经遭遇了严重的干旱灾害。受灾害的影响，当时印度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8936万吨下跌到了7235万吨。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1966年至1967年，印度又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2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印度的农业收成直接减产了16%至17%。为了彻底解决印度的粮食问题，并降低农业生产当中的不确定性，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下定决心开展一场名为绿色革命的改革运动。在英迪拉甘地的要求下，印度政府开始大量从外国进口化肥来发展本国的农业生产，并在一些农业技术较为发达的邦发展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最终，英迪拉甘地的这次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改革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这场改革依然在客观上加剧了印度全国各地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英迪拉甘地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当有限，即便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印度的农业发展依然严重受制于外国的化肥价格，这相当于是锁死了印度农业发展的前景。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被自己身边的锡克教保镖刺杀。自此以后，印度政坛就很难再出现一个像英迪拉甘地一样敢于大刀阔斧地对农业进行改革的人物了。印度的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之后，也关注到了印度糟糕的粮食问题。在印度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莫迪也的确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限制印度的粮食出口产业。另外，莫迪为了缓解印度的粮食危机，宣布了一项涉及8.13亿印度民众的免费发粮食项目。2023年11月，莫迪政府宣布将该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5年，该项目预计总花费达11.8万亿卢比。按照这个计划，符合领取粮食条件的8亿印度人每月可以从政府的手中领到5公斤的小麦或大米。但在这个计划提出之后，就有人开始质疑莫迪政府这么做的用意。有人认为，莫迪政府这么做只是想为印度人民党争取选票而已。况且，虽然计划当中规定了每人可以领取5公斤粮食，但以印度糟糕的贪腐状况来看，印度的普通民众不一定能够领到足额的粮食。这个计划似乎已经成为了莫迪政府搞出来的面子工程。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莫迪的动作对于印度社会而言依然只能起到隔靴搔痒般的效果，但这对于当下的印度民众来说，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人们非要找出造成印度粮食危机的根源，就要将历史的时间线回溯到印度独立之后的特殊时期。正是因为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政治精英阶层选择了向殖民时代的印度地主阶级妥协，才造成了后来印度社会的种种恶果。如果印度当初在独立的时候就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借助革命的力量消灭国内所有的地主阶级，那么印度民众就断然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在印度国内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地主利益集团的情况下，无论印度政府展开怎样的农业技术改革，都无法迫使大地主阶级将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分给处在饥饿与贫困之中的印度民众。印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今的印度部分官僚也已经成为了印度地主阶级的合作者。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和批评，他们依然选择固执己见。印度的粮食问题归根结底是印度历史上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各种龌龊与黑暗的勾当。在彻底驱散黑暗之前，印度人不得不继续低头，摸索前行。眼看着日俄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又出现了激烈的争端，有分析人士预测称，再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了。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一直控制着南千岛群岛不愿让步呢？日本为了拿回南千岛群岛，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现在日俄两国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议主要来自于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普茨茅斯合约。在这份合约当中，俄罗斯将南千岛群岛直接让给了日本。但是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放弃了对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领土要求。当时的千岛群岛处于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日本根本无力向苏联讨要这一部分的领土。慢慢的，对于这一片领土，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按理来说，关于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权应该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因为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本质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原来南千岛群岛一直都由苏联占领，后来苏联解体之后，这一部分领土自然也被移交到了俄罗斯的手上。
经过多年的经营，南千岛群岛上的居民也大多为俄罗斯族。岛上的居民无论是从文化语言还是从生活习惯上来讲，都更加亲近于俄罗斯。而且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所谓的主权要求依据的不过只是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条约。但日俄战争本身又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日本人在占领南千岛群岛的时候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理。曾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苏联在对待南千岛群岛问题时也表现得格外强硬。因为这一部分的领土争议，苏联政府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都没有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面对强大的苏联人，日本也只能硬生生地咽下了一口恶气。因为日本的军力和国力跟苏联完全不在等级上，他们根本没有胆子像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去招惹苏联。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快速下滑，这就让日本看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于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政客又将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在本世纪之初，为了与欧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俄罗斯对于日本政府和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还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日本之所以会选择在冷战结束之后跳出来向俄罗斯就领土问题发难，它的背后必然有美国和整个西方集团为其撑腰。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平和一些，也是为了向欧美各国示好。但到了2012年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个时候，俄罗斯便一改之前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日本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就在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南千岛群岛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如果日本人对此不满，可以去切腹自尽。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嘲讽日本称，他们故意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故事从记忆中抹去，这其实只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顺从和恐惧。而就在1月3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了一番演讲。在岸田文雄的演讲当中，他表示日本政府未来不排除会与俄罗斯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岸田文雄并不排斥与俄罗斯政府就南千岛群岛问题展开谈判。但同时，岸田文雄又强调称，日本未来也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岸田文雄在这里所说的制裁，是日本在俄乌冲突之后跟着美国一起发起的对俄制裁。也就是说，日本是否要解除对俄制裁，其决定权并不在于日本的手中，而在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岸田文雄的这一言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一位评论员直言不讳地对其讽刺道：目前岸田文雄深陷黑金政治丑闻，如今却又想着拿南千岛群岛问题来做文章，他的行为实在是秃子拿梳子。梅德韦杰夫也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评论道，南千岛群岛并不存在任何争议，那里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人对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也根本不感兴趣。当地时间1月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远东地区，在视察的过程当中，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未来准备将南千岛群岛开发成旅游区域，而且普京也强调未来自己一定会到访南千岛群岛。普京的这番言论立刻就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但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兴趣在这件事情上与日本过多纠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和开发权依然被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夺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如果想实现自己对南千岛群岛的野心，也只能够寄希望于未来了。但未来的道路也注定充满了坎坷与荆棘，甚至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再这样下去，日本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熟悉日本历史的人应该都会明白，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他们之所以会在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上对俄罗斯发难，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正所谓虎老雄威在，不管日本对南千岛群岛这怎样的图谋，他们大概率只能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向俄罗斯施压。毕竟俄罗斯的手上还留有苏联时期制造的大批核弹头，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直接向南千岛群岛做出强硬举措，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强硬军事报复。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想必日本政府的高层政客也是看得很清楚的。1月30号，梅德韦杰夫再次宣布，未来俄罗斯极有可能在南千岛群岛地区部署新武器。这一做法相当于直接终结了日本政府对于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幻想。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东北亚的一系列事件看似是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之间的博弈，实际上美国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
因此，俄罗斯宣布在南千岛群岛上部署新武器，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日本，其真正要针对的目标，恰恰是站在日本背后一直操纵着局势的美国。而从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所做出的一系列行动来看，美国大概率是不愿意直接与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代价美国人根本承受不起，日本自然也难以承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对于南千岛群岛的控制，况且那里如今已经被完全俄罗斯化了，就算今天日本能够用武力手段将南千岛群岛夺过来，想要对其进行开发和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如今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拿回南千岛群岛，更像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可行性的正式口号。日本的政客们之所以会不断强调这个目标，本质上也是想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为自己所在的政党捞取选票而已。因为日本想要趁现在拿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他们既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治理能力。另外，此前俄罗斯政府曾经放出消息称，他们准备邀请中国加入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计划。虽然中国方面并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但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对于千岛群岛的控制权是充满了信心的。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日本在世界近代史上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在东北亚地区占据一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本质上还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造就了日本的强大。归根结底，日本只不过是一个罪儿小国，其影响力也远远没有大到足以令中俄两国心惊胆战的地步。如今的日本只不过是回到了历史中他们本来的位置上而已。而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影响力的迅速衰落，南千岛群岛问题最终也必然会随着日本的妥协和让步而告终。这个本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被炒作起来的话题，最终也必会因为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迎来终结的时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政治口号喊得再怎么响亮，一旦失去了实力的支撑，所有的目标都将沦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